运20换装涡扇20航发一事有新消息传来，此次同期亮相的还不只是换装了涡扇20的运20，更有换装了涡扇20的运油20。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网络上又流传出了新的运油20空中加油机的原型机高清照片。根据图片显示，停泊在机场上的新运20战略运输机和运油20空中加油机首次同框亮相。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款运20的发动机采用了最新型的国产涡扇20发动机，可谓意义重大。这代表中国在国产大型飞机上一直存在的心脏病问题正在被逐步克服。有了先进的国产大涵道比发动机，代表中国航发科研实力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再上一层楼，也代表使用国产新航发的一系列国产战机性能将大幅度提升。军用航发技术以前是中国军工最薄弱的项目之一，也是世界上技术难度最大的科研领域之一。军用航发是飞机的心脏，航发的性能决定了飞机的整体性能。不过，如今放眼全世界，能够独立研制大型先进军用航发的国家寥寥无几。而中国若能研发出世界顶尖水平的先进军用航发，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此外，还将彻底摆脱中国在军用航发上受制于人的困境。虎妞认为，中国在国产航发的起步上本来就晚，不如美、俄、英等传统军用航发强国，而且世界的先进航发市场也让这几个顶尖玩家分食一空。加上军用先进航发是极为尖端的技术，中国靠买是买不来的。而且如果一味的引进俄罗斯发动机，长期以来就会产生固定依赖。印度和韩国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搞的 LCA 光辉和 KF21 发动机都没能力国产，全部都是美国的技术。一旦在国际上面临突发环境，导致发动机无法供应，那么这对该国国防安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中国在国产军用航发领域一定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对此，中国科研人员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完成了先进军用航发的国产化和自研发动机技术，如涡扇18和涡扇20等发动机。当然，由于中国航发起步时间晚，相比西方俄罗斯等发动机强国，技术积累和设计经验明显不足，因此要想赶上西方，我们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国产军用航发现在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列，歼20、歼16、歼10C 等国产先进战机已经开始陆续换装国产航发了。尽管在性能上刚刚追赶上世界第一梯队，但未来长远来看是有真正实现全球第一的可能的。中国航发产业的发展拥有很强的后劲儿，可以说好戏还在后面。而在运输机等大型飞机使用的大型航发方面，中国一样进展迅速，将涡扇20发动机实装运20系列运输机和加油机，进行多项原型机测试工作已经有好一阵子了，距离最终的交付部队量产列装也已经是行将不远。此前，运20家族飞机最早采用的是俄制 D30KP2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同样是轰6轰炸机主要的动力系统。不过俄罗斯的 D30KP2 发动机的推力有限，中国后续成功仿制了 D30KP2 发动机，国产版本定名为涡扇18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相比于原先的 D30KP2 发动机，因为在材料学和制造工艺上应用中国自身最新技术的关系，对比原版有了大幅升级，在重量上更轻便，而且更为省油。最关键的当然是涡扇18的推力有小幅度的提升。但就运20这一平台机来讲，涡扇18对比西方同类发动机来说，还是存在性能不足的问题，仍需更强的发动机进行更进一步的升级。涡扇18终归只能算过渡型号，最终的目标便是新一代国产大涵道比航法涡扇20。相比以前的俄罗斯原版 D30KP2 发动机，最终定型版的涡扇20具有飞跃式的性能提升，单台发动机推力超过其4吨，4台发动机超过其总体推力16吨，对运20这一平台机的性能提升十分巨大。换装这种型号的国产发动机后，运20运输机无论是运载能力还是运输机的航程，都将会有显著的提升。
这会使运20战略运输机的发动机问题被彻底解决，飞机整体的性能将发挥至设计目标水平。而对于运油20来说，换装新航发的意义同样重大，这使该型飞机可以搭载更多的油料执行任务。新发动机的大推力和优异的较低耗油量，对于其空中加油的空中任务半径有较大提升，这还将增强中国空军其他战机的最大作战半径。虎妞认为，国产大飞机换装国产大推力先进航发意义非凡，这标志中国空军的整体实力即将迈向新台阶。从原先在航发领域蹒跚学步，到现如今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终于有了与美俄、欧洲等先进航发国家在航发领域一较高低的基础。